10年前，哈文的一个决定，让无数国人主动放弃了春晚。不是说因为我赵本山来了就行了，得赵本山来了，我还得表演得很好，这个观众才能满意。我希望中国的春晚能够成为世界的看。这是让无数人惋惜的一年，也是让无数人恨得咬牙切齿的一张脸。正是他的一意孤行，几乎葬送了这个最大的舞台。这年之后，小品之王赵本山告别春晚，相声大师郭德纲有苦难言，小品相声全部示威。曾经的小品鼻祖陈佩斯的一句评价，此时再看恰如其分。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，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能生活得更好。我们在这么烂的社会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，还要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，多没劲！换个好日子行。作为将小品带上春晚的鼻祖级人物，陈佩斯的表演，即便是放在30年后的今天，也绝对称得上是大师。初次登上春晚舞台时，没有一句台词，没有一句语言交流，却能够将意思表达的淋漓尽致，一度让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，甚至让上级领导都在犹豫，这么严肃的场合，究竟能不能这样逗人笑？就因为这么乐，所以拿不准。哎，说如果让全国人们春节晚会这么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觉得有点奇怪，春节不让我们乐，让我们乐不好。最终还是导演黄奕和力保才将他们留了下来。他认为春晚本来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舞台，这么好的节目为什么不留下来？自此，小品开始登上春晚的舞台，陈佩斯也成为了春晚的常客。吃面条、拍电影、警察与小偷，每一个作品都是不世的经典。但是就在不久后，一则消息却瞬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。陈佩斯与朱时茂状告央视，原因是央视在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刻录了两人的作品售卖，两人觉得这属于侵权行为，瞬间骂声赞叹声四起。有人说陈佩斯二人全靠央视出名，本就该听之任之；有人觉得陈佩斯二人勇气可嘉，但是是非难定。无论如何，对职工唐已成定局。经过7年的漫漫维权路，最终法院宣判陈佩斯胜诉，央视赔偿33万元。此时也成为了第一起大规模的文化产品维权案。在法院，在精神上他胜利了，但是在演艺生涯上他却输了。因为与央视的恩怨，他的演艺之路近乎断绝，没有人敢请他，但是他却义无反顾。他们随便可以对我们说 no， 我也对他们说一次 no， 但是代价很大了。后悔没？我后悔。在陈佩斯沉寂之后，赵本山应运出现，突步装、解放帽、搞笑的肢体动作和精湛的语言提炼。每次春晚一结束，整年都是赵本山的模仿秀，一年出一次，一次笑一年。等大家都熟悉之后，又是新的春晚，又是新的一年。在赵本山领衔之时，赵丽蓉、巩汉林、宋丹丹、范伟等一系列优秀艺术家也连袂出现，尤其是赵丽蓉老师的打工奇遇，直到今天看来都是经典。之后还有赵本山的徒弟小沈阳、宋小宝、王小利等人的跃跃欲试，但是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却彻底打乱了一切。他就是哈文。是春晚，它必须先有意义，后有意思。祖宗几代要坐在一起，所以意义、意思在我们。12年，哈文空降成为春晚导演。这年春晚大变革，不仅语言类节目大幅度减少，固定的压轴节目《难忘今宵》也消失不见，小品之王赵本山也从春晚舞台上消失。在此前，有工作人员称看到了哈文曾与赵本山发生争吵，而之后哈文的一段采访更是验证了观众的猜测。不是说因为我赵本山来了就行了，得赵本山来了，我还得表演得很好，这个观众才能满意。我希望中国的春晚能够成为世界的看。哈文要的是有意义，但是赵本山始终是要以快乐为主题，相持不下，赵本山被迫离开。春晚小品它的最大的主题是快乐，你那个作品教育不了人，就是我们365天了，都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走，就这一晚上你还教育的有用吗？就让他快乐起来，快乐的事没有。不过哈文也为赵本山的离开准备好了后手，他选的顶梁柱就是相声大师郭德纲。其实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能力，郭德纲都能担此重任，但是哈文忘了，他设下的标杆卡住了赵本山的同时，也卡住了郭德纲。这个晚会没有毛病，只是当年我对春晚独特的审查制度，我觉得有些个你说不可理解也好，不好接受也好。13年，赵本山准备了3个剧本，却被导演组全部打回。直到除夕下午，他还在改剧本，但是最终也没能登上春晚。这年，他正式宣布退出春晚舞台。而13年的春晚也是那段时间非议最多的一年。4年，冯小刚出任春晚导演，邀请到了赵本山出马，担任语言类节目艺术总监。他知道的沈腾的小品《服不服》成为了他留给春晚的最后一个礼物，沈腾也因此大获成功。但是在此之后，春晚便逐渐走向了没落。这一定是赵本山春晚最黑暗的一年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小品之王的一世英名居然险些毁在徒弟手里。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，还捐错了，要钱要脸，
我要老伴儿。随着宋丹丹的宣布退出，赵本山所有合作过的大咖全部离开春晚，唯独他自己独木难支。09年时，他首次尝试将徒弟推出，而他的第一个试验者就是徒弟小沈阳，作品就是那个被称为央视最佳小品的《不差钱》。你看我今年岁数小，但是我总结了，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，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，眼一闭一睁，一天过去了哈。眼睛一闭不睁，这辈子就过去了哈。事实证明，徒弟大了，能够独当一面了。小沈阳实现了一夜爆红，再红红不过小沈阳，成就了一段20分钟的造型神话。自此以后，再无人能出其右。但是看着小沈阳的爆红，王小利如是说道：“谁不眼馋呐？那一夜成名，师傅当绿叶就捧沈阳，那捧谁捧我也。但是沈阳上这个舞呢，就我个人来说，我还挺高兴。”不过，赵本山的本意就是尽量将这些徒弟带出来，机会给到，他这个做师傅的责任也就做到了。于是，第2年，赵本山带着小品圈入，带着徒弟王小利登上了央视春晚。这次核心变成了王小利，包袱和笑点大多都在他这里，甚至就连小沈阳也被拉来了主任。但是这次的情况并不像赵本山想象的那样顺利，甚至其中还有了几次的失误。在村里给寡妇挑水，在外面给寡妇捐钱，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。什么领会不是那种关系？你瞎说啥呀？咱俩就像2堆干柴火似的。你说你把你那边燎的挺旺，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。或许是对成名的渴望，王小利在这场演出中拿出了12分的力气，但是凡事唯怕过犹不及，表演更是如此。太过夸张的表演反而让角色失真。赵本山几次提醒，但是王小利却丝毫没有察觉到。你看着我手势吗？我让你往回小着演，你明白没？你摁我一下子，不是我这意思，告诉你小点收回来，因为你状态都呛着，都胀在那儿，上去就开耍了，你上去一耍就不对。这年王小利还是摸到了红的感觉，但是也只是浅尝辄止，远远没有小沈阳那样的一夜爆红。4年，赵本山再次带着王小利上台，大班配上的依旧是小沈阳，包袱笑料依旧安排给了王小利，但是这次的失误却险些毁掉了赵本山，作品节奏整个滞后，下台后紧急吸氧，险些昏厥。这就是春晚舞台上的沉默6秒钟，也是赵本山春晚舞台上最飞艳的6秒钟。哎，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！呀，拉倒，别提他了，我最不爱看他，年年出来挺大个脸。我不喜欢他啊，咱们喝酒吧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喜欢，你喜欢呐？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，看他那玩意儿太死受不了。原本这里安排的一段对话，就是赵本山对于自己的一段自嘲以及雅俗问题的释疑，搭配着小沈阳唱的歌以及最后起初的音乐带来的一段结束。但是因为王小利的忘词，赵本山的语速不得已加快，小沈阳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竖起手指示意，但是依旧没能赶上最后一句台词。赵本山最后一句话被音乐声覆盖，还没丢出就被迫结束。虽然这个包袱并没有非常重要，但是春晚舞台上任何一个失误都是致命的，尤其是在语言类节目中的沉默、突兀又别扭。在后1年时，赵本山带来的剧本《相亲2》就已经没有了王小利的位置，但是这年的春晚也没有赵本山的位置。哈文的空降否决了赵本山的全部剧本，无奈赵本山带着剧本登上了辽宁卫视的春晚，而这个剧本成就了宋小宝，也成就了辽宁春晚，第一次达成了地方台春晚收视率超越央视春晚收视率的成就。谁也没想到，叱咤春晚20载的赵本山，居然因为徒弟的一个字临时笑昂，险些晚节不保。2012年春晚，哈文空降否决了赵本山的2个剧本，将他挤出了春晚舞台。面对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打磨的剧本，赵本山不忍平白浪费，正好这时接到了辽宁春晚的邀请，于是他便将剧本《相亲2》带上了辽宁春晚的舞台。但是哈文打死都不会想到，被自己亲手否决的作品，却首次让地方台春晚的收视率反超了自己指导的央视春晚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，让我们在这见面，来这黄昏恋。哎呀妈，大哥呀，我们这海燕想撮合自己的2个朋友，但是女方却认错了人，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误会。马上年关，有相亲需求的朋友提前备课。为了包装矮小黑瘦的宋小宝，海燕委托赵本山帮着指导一下，但是没想到宋小宝一点没学会，反而把赵本山气得够呛。这是高尔基的诗。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？苏联秧歌队的。参加过比赛呀？参加过。高尔基是谁？高尔夫是他大哥。这边终于将宋小宝按住，赵本山正想着开口念诗，但是没想到刚一开口，直接说错了词。哦，
在苍茫的大海上，乌云。若是纯粹台词还好，但是这毕竟是引用的名著，好在两人反应奇快，赵本山将手中的书一递，宋小宝反应神速，立即接上。狂风，还认字呢。狂风卷集着乌云。注意看，这里赵本山的笑有笑场，有欣慰，也有庆幸。事后谈起这件事时，宋小宝满满都是后怕。忘了，就说成乌云了。师傅，你给你写个纸哈，拿那儿，你用不着。上去这个乌云。好，乌云，咋的呢？乌云完了，乌云，狂风。哎呀，你还认字呢？咋这错误人那来得快呀？也正是从这一次开始，宋小宝正式踏上了赵本山为他准备的造型之路。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在赵本山进行培训之后，宋小宝自认可以展示一下，于是自信满满的开始了自己的诗朗诵。但是宋小宝像没事人一样，却把一旁站着的本山大叔笑到不行。啊！妹子，你给我笑一笑。你敢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？而且在之后的介绍时，一个经典的混淆包袱直接把效果拉满，而赵本山的一次忘词更是瞬间将气氛推向了高潮。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鸡，高尔夫的鸡，高尔基的夫。诗。在宋小宝念诗时候，对于节奏的绝对把控，更是让现场欢乐无数。在最后的时候，相亲成功，但是女方看中的不是海燕给介绍的宋小宝，而是一旁刚刚离婚的赵本山。但是在走的时候，宋小宝和对方打完了照面，这才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最终误会解开，三家不欢而散。最终宋小宝的一句叮嘱，却瞬间将气氛推向了另一个高潮。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，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。你瞅你那损色，你瞅。但是没人会想到，这句话完全是宋小宝忘词之后的临场发挥，才成就了又一个经典名梗。你可长点心吧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实际上是你老哥忘词了，哪句话硬塞，是吧？硬垫这句话火的吗？就是这样一个忘词、笑场、临场发挥频繁的作品，却成为了辽宁春晚10几年的收视冠军，也让地方台春晚收视率首次超越了央视春晚。哈文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自己亲手毙掉的作品，却把自己指导的春晚碾了个粉碎。为什么现在的春晚没人看了？因为现在的春晚已经和大家没关系了，因为味道变了，没了人情味了。一个副经理，管上经理，管上总经理，押上董事长，管上秘书，管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？啊，这是女秘书。现在除了包饺子就是看春晚，反观以前的春晚，搞笑逗趣之中不乏辛辣讽刺，人情社会里是时代洪流的映射，是人性变根的标本。而3届春晚上的初见照相馆几乎是历年春晚之最，因为很少有节目能像这个一样让人记忆犹新。毕竟能一直被人霸道，能成为烂的代名词的作品真的少之又少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小品相声这样的语言类艺术节目忽然就变个味道。曾经的小品相声幽默的讽刺才是作品的主基调，比如牛群的相声巧立名目。我们科呢是1个科长3个秘书，那天我们仨一合计，想出去吃顿烤鸭。好啊，那就吃去吧。你给钱？哎，对，凭什么我给钱？这得让公家掏钱。我说科长，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，咱能不能咱出去吃顿烤鸭？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？打个报告吧。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？明送这颜色吧，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啊。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？哎呀，这个欠妥的提不到，胡说八道这。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个巧立名目。说实话，这个节目放在如今几乎一定过不了审，太讽刺、太犀利、太真实，针砭时弊，让人忍不住啼笑皆非。但是笑的背后又满是苦涩。还有曾经侯耀文与黄宏的小品打扑克，但是这个扑克却是用名片做牌，打的都是人情世故，打的都是官场陈腐。股长、科长、处长，红花一条顺。科长、处长、局长，3闪一条龙。我这可是真顺，我这是真龙，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，咱这行政关系里多顺呢。生产科、销售局、外贸局，产销一条龙，直接干入国际市场。还有那个吐槽公摊面积的小品，几句话下来就是几个响亮的耳光，讽刺的是现实，打脸的是资本，真正吃苦的只有老百姓。还叫公摊面积？他没买过房子，他不知道啥叫公摊面积。你解释解释。
公开贪污的面呢？买个房子170，进屋一量110。那房子还缩水啊？公摊了嘛？公摊了，你不管在哪儿买房子，全摊到大堂上去。曾经旗帜大兵的相声白痴吐槽的就是公款私有不是海河的问题。你这个人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？那就是吃啊！吃完以后呢？吃完以后吃啊！品种不错吧？什么地方的白石最好碰？这就问我啊！再大的大法也打不过公款。对喽，要不说是饭桶所见略同呢。台下达官显贵随处可见的笑脸相迎，但是却少有笑声，现场氛围就这样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中。每个人都清楚他们在说什么，也都清楚身边的人在想什么，但是却全都笑不出来，因为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。这才是真正的语言艺术，以讽刺为尖骨，以现实为血肉，扎根在民族的脉搏，敲打吸血的主厨。但是不知何时起，春晚舞台只剩下包饺子的声音，包到人走茶凉，包到骂声四起。大年30，踏踏实实吃顿饺子。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。我们帮你包饺子，好吃不如饺子，待着不如倒着。这啥呀？爸爸，我会包饺子了，你快尝尝。只要咱们吃上一个热乎的饺子，那就算是过年了。又吃饺子。